跟骨在这里，跟骨呢基本上是顺畅的连接到外侧的这边的，所以外侧这边会偏平一些，再加上肉垫，再加上肌腱等等的，这边就变平了，然后内侧的这个弯这个弧度就有了。我们一般在买那种运动鞋的时候，运动鞋的鞋壳里边它不是平的，对吧？也是在运动鞋的鞋壳这个位置会偏高一点啊。这个原因呢也来源于脚型啊，也是为了契合脚型，能够更方便我们这个运动。下面我们接着来分析一下脚掌和地面接触的这3个点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，右脚的前侧3/4。我们先来找一下足跟和地面接触的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找一下外侧与地面接触的这个点，然后我们再找一下内侧与地面接触的这个点，然后从这个内侧往回走上去到这里结束。那么它接的呢是小腿了就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，这个是右脚的外侧，后边、外边和内侧。再来看一下脚的内侧，后边的着地点，外侧的、内侧的，这个再上来连接到小腿。这是足骨结构上的一个框架，也是脚的形状的一个框架。骨骼的造型呢，基本上就是整个脚部的一个造型了。我们在画脚的内侧的时候呢，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脚在内侧有厚厚的这个肉垫啊，然后呢，它也有一个深深的窝，把它窝进去。那如果是脚的外侧的话，就会更偏平一点。这边是小脚趾，我们的脚的外侧会平一些，内侧会凹一些。这个问题主要来源于哪儿？还是来源于骨骼。我们看，第一指骨连接的这块骨头，一直连接到距骨这个位置，它到这就停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，指骨、楔骨、舟骨到距骨，它到这个位置是停的。那么脚跟呢？跟骨呢？跟骨在这里，跟骨呢基本上是顺畅的连接到外侧的这边的，所以外侧这边会偏平一些，再加上肉垫，再加上肌腱等等的，这边就变平了，然后内侧的这个弯这个弧度就有了。我们一般在买那种运动鞋的时候，运动鞋的鞋壳里边它不是平的，对吧？也是在运动鞋的鞋壳这个位置会偏高一点啊。这个原因呢也来源于脚型啊，也是为了契合脚型，能够更方便我们这个运动。所以呢，鞋底里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，原因也在于脚部骨骼。踮脚的时候，脚趾它不离地啊，脚趾还是在地上的。那也就是我们脚掌之前所讲的那3个点变了，偏移了。那3个点变到哪儿来了呢？变到前面的这个形状上来了。我们脚和地面的接触面变成这个面了。这个面的话，肯定就没有那么稳定。一个是它的大小，再一个是它的形状。它不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3个点形成的这个三角形，踩在地面上更加稳定。对吧？那我们在什么时候会踮脚呢？在拍照的时候也经常会有可能会踮脚，尤其是集体照，站在后面的很容易踮脚，身高不够踮脚来凑。那么我们踮脚的时候容易站不稳，这个大家都能够有所体会，这不用再多解释了。我们在踮脚的时候，只有这个关节在运动，整个足骨的后半部分，也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腹骨和指骨这个部分，它们是固定的，它们是固定不动的。我们脚部骨骼的这个部分，它们骨头与骨头之间的关节呢是不活动的，它们是固定的。这样的话，它才能够更稳固，它才能够起到它自己的作用。它就是一个稳固的作用嘛。我们整个人的身体那么重，最后都要落在脚上面。如果它这些关节在活动的话，那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受伤，很容易摔倒了。所以呢，脚部骨骼是相对稳定的啊，是相对稳定的。然后我们小腿上面的肌肉，我们在上节课讲过小腿啊，也说过小腿上的肌肉的肌腱都结束在脚骨上面。那么小腿上的肌肉的肌腱，它都会顺着脚踝，然后长到脚骨上，也对于脚骨有了一个加固的作用，才能让这个位置更结实啊。小腿三头肌的肌腱、胫骨前肌的肌腱、指长伸肌的肌腱，它能让我们的脚骨变得更加的稳固。